现在的体坛真的太离谱了。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挪威奥斯陆站比赛落幕，咱们中国18岁小将颜子怡又一次稳稳拿下女子标枪冠军。要知道，这只是她成年后的第2场国际大赛，从厦门站一战封神到奥斯陆站大风天稳健夺冠，短短半个月，这位宁波小姑娘硬生生把世界女子标枪的格局搅了个底朝天，属实是年纪最小，实力最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这次奥斯陆的比赛条件真的很坑人，现场大风不断，风向来回乱变，对投掷项目来说是致命干扰。不少国外老牌选手直接被风吹崩，失误不断，成绩拉垮。结果第一次去北欧比赛的00后小将颜子怡完全没有水土不服，适应能力直接拉满，全程淡定发挥，一点不慌，主打一个任凭风吹浪打，我自稳如泰山。首轮出场，颜子怡直接不演了，助跑、加速、出手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干脆利落，直接投出67.11米，这个成绩是什么水平？2026赛季目前世界第2好成绩。更搞笑的是，其他所有选手首轮全部没突破60米，别人还在60分及格线挣扎，他直接满分断层领跑，差距肉眼可见。第2投，他又轻松投出64.81米。到这里，比赛基本已经结束了，冠军彻底失去悬念。为了保护身体、保存状态，颜子怡直接放弃了后面4轮试投，佛系收工。最终成绩单出来真的很夸张，亚军挪威选手博尔格61.92米，季军维拉格斯61.33米，颜子怡比第2名足足多了5.19米。在标枪赛场，这已经是跨级别的碾压差距。很多人感叹他夺冠轻松，但根本想不到这仅仅是他成年第2战，真正的名场面发生在5月23日的厦门钻石联赛，也就是他18岁生日的第2天。别人18岁过生日吃蛋糕聚会，他18岁第1场成年赛，直接一枪炸懵全世界。小编给大家用数据科普一下这一枪71.74米有多恐怖。首先，一举刷新世界青年纪录、亚洲纪录，把旧亚洲纪录67.98米直接拉升3.76米。其次，这个成绩排在女子标枪世界历史第2位，距离捷克传奇斯波塔科娃保持18年的世界纪录72.28米只差54厘米。小编觉得，以他现在的进步速度，打破这项尘封多年的记录，真的只是早晚问题。更离谱的是，这场封神之战，他是带着右肩伤病打出来的，一边扛着伤痛，一边甩出近72米的顶级成绩，心理素质和竞技天赋真的没话说。要知道，女子标枪能突破70米大关的，全世界历史上只有5个人，上一届巴黎奥运会的夺冠成绩也才65.8米。网友调侃得很真实，前2年没满18岁不能打成人组，颜子怡真的是给全世界标枪选手留了2年活路。当然，天才从来不是突然空降的。2008年出生的他，从小就和别的小孩不一样，身体素质天然超标。小学3年级被体育老师发现天赋，开始练垒球、铅球。4年级直接横扫区运会，把铅球、垒球2项纪录全部打破。6年级被宁波体校教练一眼锁定，直接特招进队，正式开启专业训练。别看现在这么强，他小时候也差点放弃。竞技体育的苦，小孩子真的很难扛。练到崩溃的颜子怡直接请假回家，甚至打算彻底回归文化课。幸好教练不肯放弃，反复谈心沟通，才把这匹千里马重新拉回训练场。现在回头看，真的庆幸当初没有半途而废，不然中国田径就少了一个未来巨星了。2023年是他人生的关键转折点，15岁参加 U15 世界中学生运动会，直接包揽标枪、铅球双金牌。学青会结束后，教练团队终于发现他的标枪天赋远远高于铅球，果断让他专攻标枪。这一次调整直接解锁了他的最强形态。2024年16岁的他已经强得离谱，全国大奖赛投出64.28米，打破世青纪录，成绩直接达标巴黎奥运会。结果尴尬的
是成年大赛要求年满18岁，年龄不够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去奥运赛场。同年世青赛，他带伤出战，以63.05米夺冠，领先第2名将近9米，属于是降维碾压。年末全国锦标赛再度刷新纪录，状态一路飙升。2025年更是又燃又好哭，衢州锦标赛他右脚拉伤，赛场摔倒，所有人都劝他退赛保命，结果他硬撑着站上助跑道，硬生生投出65.89米，第4次刷新世界青年纪录。赛后当场落泪，那一年他的成绩稳居世界第3，依旧被年龄规则挡在顶级大赛门外。如今18岁枷锁解除，连续2战钻石联赛夺冠，心态技术越来越成熟，他自己也很清醒，现阶段不急着冲世界纪录，只求稳住顶尖状态。小编真不敢想，要是再给他几年，这世界纪录估计也是手到擒来了。如果说颜子怡是标枪界的满级新人，那宁波另一位00后小将陈芋洁就是短跑赛道偷偷卷翻全场的小孩姐天花板。谁能想到宁波一座城市直接批量产出2大田径天才，一个统治投掷，一个碾压短跑，别人练10几年出成绩，他们小小年纪就站在顶端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从来不是靠天赋躺赢，全是靠自律硬卷出来的。陈芋洁的运动经历其实特别传奇，父母都是浙大田径高水平运动员，基因自带优势，但他小时候根本不练短跑，又是学舞蹈，又是打网球，5年级才正式转向练田径，起步比别人晚，基础比别人差。刚进队的时候，摆臂跑姿全都不协调，堪称小白起步，谁也想不到他能跑成亚洲顶尖。天赋不够，努力来凑，他是把这句话贯彻到底的人。为了改动作，每天摆臂几百次是日常，嘴上说着再练5分钟，结果每次悄悄加练2个小时。别人怕训练苦，怕累，他反复喜欢给自己找压力，找挑战。小编觉得这种不怕虐、不服输的性格，就是他快速逆袭的最大底牌。他真正出圈是因为一场中学生吊打成年冠军的名场面。2023年11月中学100米决赛，他跑出11.43秒，看似普通的成绩，却直接盖过了当年度亚运会冠军葛曼棋的11.56秒。一时间全网哗然，中学生跑赢国家级亚运冠军，葛曼棋也主动喊话，期待和这位小将在国家队会合。2025年16岁的他彻底爆发，亚洲田径锦标赛女子200米决赛，直面28岁新加坡名将佩雷拉，对手经验老道，正值巅峰，两人全程咬得死死的。最后100米极限对标，陈芋洁凭借超强后程冲刺，以0.01秒的微弱优势绝杀夺冠，跑出22.97秒，刷新个人最佳，简直是少年黑马逆袭剧本照进现实。更让人佩服的是他的大心脏，比赛前20分钟他还头晕胸闷，状态焦虑，换普通人早就心态崩了，结果一上跑道瞬间切换竞技模式，冷静从容，稳得住心态，硬生生拿下亚洲冠军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助力中国队拿下4×100米接力冠军，双线作战全部在线。2025年11月的全国总决赛直接成为他的封神舞台，16岁的他一举拿下100米、200米双冠，100米11.10秒打破亚洲青年纪录，成为全运会史上最年轻的短跑双冠王。赛后的采访也特别有意思，一边谦虚向前辈韦永利看齐，一边又自信自评能拿150分，不装不藏，野心坦荡。进入2026赛季，17岁的他依旧在不断突破自己。3月室内赛拿下60米冠军，成绩位列国内历史第5。5月长三角钻石赛200米跑出22.84秒，刷新个人 PB， 打破 U18 亚洲少年纪录。厦门钻石联赛面对全球高手，依旧稳定完赛，稳步积累大赛经验，一步一个脚印往上冲。现在的他已经站在国内青年短跑顶端，但一点不飘。他形容自己的成长像攀岩，没有捷径，全是一点点抠细节，咬牙往上爬。网友喊他小孩姐，他大大方方接受，知道这是大家的喜爱，同时也清楚自己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一直保持清醒和谦逊。很多人羡慕宁波一次性出2个田径天才，但真正看懂的人都知道，他们赢在天赋，更赢在坚持。颜子怡带伤硬扛，逆风翻盘，小小年纪拥有顶级赛场心态。陈芋洁默默内卷，持续突破，用自律改写起点劣势。竞技体育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天赋，而是明明可以靠天赋，却偏偏比所有人都努力。
不得不说，中国田径的少年时代真的来了。18岁颜子怡统治标枪赛场，17岁陈玉洁横扫青年短跑赛道，他们年纪轻轻却已经站上世界舞台，替中国田径发光发热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世锦赛、奥运会的领奖台上，这2位宁波小将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